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层次晕染的操作技巧。层次晕染呢是什么意思？其实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大家但凡看到这个市面上比较复杂的款式，就是感觉有很多层次，层次感比较重的，即多层次的晕染叠加，它都叫做层次晕染。层次晕染呢，可能只是在咱家课程里面有这个词啊，在其他地方可能大家去搜会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那很多都是自己起的。但是我这里直接就很直白告诉大家，层次晕染就是有多层去叠加的。然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晕染的边缘是需要适当保留实色边边的。然后在这个叠加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是说每一层就是作为多层次呢，它有很多层的。比如说第一层，我们运用了一些亮片的叠加。对吧？然后叠加完之后，第二层我开始去上甲油胶，上甲油胶去叠加晕染，叠加完了之后，第三层我可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到了贝壳，贝壳之后我可能又再去做甲油胶的晕染，就是说有多层晕染去叠加出来的，即为层次晕染，即为层次晕染。层次晕染呢，不仅仅用到一种干晕手法啊，也可能会用到湿晕中的各种各样的手法技巧，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里面啊，就比较简单的去看啊，你看底下有透白色甲油胶晕染，上面用了晕染液，在上面加了石膏胶，中间又叠加了一些银箔，对吧？再加银箔，再加上这个，其实多层叠加出来的，可能这个版这样看不太好看，但是上手还是可以的，钢丝版比较好看啊。这种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对吧？看一下是不是一层一层的多层次晕染，也可能是单纯的甲油胶晕染，也有可能是各种各样叠加中的晕染。这是一个内雕花啊，内雕花，比如说底色晕染做了湿晕，然后上面做了湿晕，看油花晕染，对不对？这种做完之后，好，上面我可能再去叠加一下其他的。再比如说。做晕染的时候，晕染上面我叠加了这个贝壳，我也就这样了。那贝壳之上，我们也可以让它的这种光作为晕染中的一部分，来用胶把它给遮盖住局部，遮盖住局部。所以说晕染呢，它的玩法还是比较多的啊。像层次晕染的使用率比较高，使用频率比较高。比如说像类似于这种大家就能看得出来，除了甲油胶的晕染以外，是不是也用到了上面的颗粒感？颗粒感是啥呀？石膏胶，石膏胶上面又添加了什么魔晶粉，蹭了一些魔晶粉，一层一层。是不是？它就不是那么单调的这种晕染效果了啊！这些排除掉大理石纹以外，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中间添加一些亮片，你看中间看到没有？云锦片或者是亮片作为颜色晕染的叠加，再往上面呢，我会这个也是一些亮片，在上面呢，我可以去做彩绘，可以贴钻，可以做任何样的都是可以的，包括这个也是晕染中的。一种啊，晕染中的一种，所以说层次晕染给人的感觉，它不是说一种效果出来的，而是有多种效果叠加出来的一个实际效果。咱们去做一个去实操一下，剩下的大家自己有什么胶可以去演示啊。来拿一个甲片，首先呢，甲面涂一层底胶，打底照灯。到目前来说，我没有任何想法啊，只是说，哎，给大家演示上，哎，某个款式做出来它的效果，哎，出来的我感觉不同，这就可以了。来，底胶之后，大家来看，那么我们第一层之后，如果偏薄的，不想让甲面那么厚的，想要偏薄一点的，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些工具，比如说云锦片，云锦片是啥呀？就这种。薄薄的一层，就跟一张纸一样，或者玻璃纸那些也都是可以的啊。放上去之后直接就能粘住，也不需要用大量的胶，或者说去找平甲面，像这种，还有一些细细的闪粉呀、金箔呀、银箔呀，都是利用浮胶都可以贴上去的，偏薄一点的亮饰品，亮亮的那种效果，这些都是可以的。第二种用到的工具可能是比如凸起类的，比如说石膏胶。对吧？石膏胶做完甲面是高低不平，另外还有一个贝壳，贝壳呢像这种做完我们是需要去找平甲面的，可以根据款式，但是大多数是要找平甲面的，不可能让它的凸起感非常强烈，除非你在那个地方去贴饰品、立体饰品贴出来，把底下的那种凸起给遮盖住，那没问题。但如果想要光滑的面，在这个之后我们都是要不然打磨，要不然就找平，要不然就涂建构找平留平啊，这几种。第三种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胶或者晕染液或者是水彩各种类型的胶去进行颜色的叠加，这是几种。来，首先第一个涂好底胶之后，我就随便拿一个云锦片了啊，云锦片来放上去。云锦片呢，大家可以用镊子，也可以用其他的工具，自己怎么习惯怎么来。找一个大亮片，云锦片有那种小碎的，也有这种偏大一点的。比如说我做好的这个晕染，我想这个位置亮一点，好了，我直接把这个云锦片叠到这里，那我想让下面也多少来一点，那你就意思是啥？你想哪里有这种亮亮的效果，咱就往哪去贴，是不是？贴好之后，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晕染，比如说在这一层之后，啊，我叠加一层透白色线，透白色啊，透色系。叠加透色胶的时候，记住，因为底下的亮片，如果你全涂上去，在透色胶的作用下，它可能会折射一些光。但如果偏实一点的胶，有可能把你的这个亮片全给盖住了。所以说，在操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是否需要全部遮盖还是局部遮盖。如果说想要保留的多一点，那么我们在涂胶的时候，尽量把这些亮片的东西留的面积就大一点。
好了，我先擦一下笔，擦干净笔之后，晕染边缘。看一下这儿啊，这不有个亮片片吗？我会把这儿，哎，我挡住一部分，我剩下的那一点我留着，我不给它挡住，是不是？你看，当挡上之后，露出来的部分有光的，但是挡住的部分是不是光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就看着好像有白纸一样啊，有点小白纸一样。所以说大家多多注意这个小问题啊。来，适当保留透色甲面，保留好部分透色的甲面，在这一层上，注意我刚刚说过啊，要适当保留实色边边，可以吗？也可以，可以的。这一层做好之后，我们先拿去照灯，你看是不是2层了？现在是2层了，先照灯。照灯之后，我们接下来叠加第2个颜色，叠加第2个颜色，或者说叠加其他的，这个用湿晕的手法、干晕的手法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我简单照灯啊，照灯20秒。来，这些用的都是偏向于干晕一点点的手法。这里呢，我会遮盖一部分，因为白色嘛太单调，所以我也会适当的把在白色上面去叠加一些颜色，它的显色度会更高。下面这里呢，哎，把这个盖住。你看我在涂色的时候，我都没有卡到边边去涂，因为边缘是我们可以通过过渡去给它过渡过去的。但如果说你到边的话，只能说是这个甲胶的深色在这个位置，这个已经强调很多次了啊，已经强调很多次了。注意两边的胶不要太厚，会显胖。好了，2层叠加，叠加好了之后，我们拿照灯。下一层呢，我们可以接下来用其他的一些甲油胶或者说饰品，比如说石膏胶吧，对吧？石膏胶可能大家都有啊，这些工具我尽量用大家都有的东西去操作。石膏胶做完的甲面是比较突出的，这个照灯30秒，在这一层之后，我们用光疗笔也好，用其他的工具也好，去取这个石膏胶。来，比如说这个位置，毕竟有亮片在这里了，那我就在它亮片的附近，或者说上面的地方，尽量偏中间一点点啊。好，我叠加一点。注意色块边缘不要让我能看得见你是个刷痕特别明显，或者说它纹路的一些走向啊，尽量让它边缘自然一点点的去过渡，自然一点点。有点说多了一点，多的擦掉，太满了那种感觉就过分的多了。当然了啊，这个东西都可以斜着刷，不一定非得像我一样竖着去走。然后侧面搓完石膏胶之后，侧面一定要检查有那种凸起很厉害的，我们毕竟里面就跟有小沙子似的，我们就可以往下压一压，这样呢就省得我们在找平的时候涂胶太厚。所以说保证一个我们做完的晕染虽然有层次，但是也不能显得太厚重，对不对？好了，这一层做完照灯。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湿晕的手法啊，借用湿晕的手法去进行叠加。湿晕的手法让甲面的纹路感会有区别。为啥要湿晕呢？比如说这个石膏胶之后，我感觉这个有凸起嘛，咱不是要找平嘛？要找平是不是要涂一层加固胶？那正好有加固胶的基础上，在加固胶之上，我们去进行这种做湿晕，是不是就中间少涂了一层胶？这样甲面又能找平，又能显得薄一点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多多注意。石膏胶之后，我照了30秒左右。你看这样它不就不灵不灵了吗？石膏胶的感觉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强烈了？能看出来吧？做强烈一点的话，重一点，亮亮的感觉就有了。照灯啊，不用照灯，这个不用照灯。好了，扫掉多余的浮粉，有多余的浮粉我们先扫掉，不要蹭到我们的胶里面去。这个时候来甲面薄涂一层加固胶，涂上一层加固胶，涂完加固胶不要照灯。你看，因为有这个什么在，所以我在涂的时候，我会轻轻的浮在这个面上。当然了，平常做可能做不了这么多层，我只是给大家去演示，不要觉得说你这个太厚了，我不能做层次晕染。不是说层次晕染都是偏厚的，而且这种甲型本身呢已经弧度比较高了，所以在弧度比较好的基础上再去做弧度，肯定会显厚的，好不好？肯定会显厚的。好了，检查刷子上有多余的亮片记得擦掉，湿棉片上擦掉，擦干净之后再放回品类。这个时候取你比如说想做个什么颜色的，就白色吧，就这个简简单单的白色甲油胶啊，实色白，纯实色甲油胶。在这上面，咱们可以去做一些湿晕。
保留一下底部的一些感觉，不要全给遮盖住。好了，在这个基础上来把这边缘不要破坏掉它那个凸起感啊。有时候自己做完的版自己都觉得可丑了，但实际上最终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比如说有的时候发作品，我觉得好丑，但是还得给大家去那个主页上的那些发一下。但是这个大家喜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没办法非常去确定要怎么样。看到没有，上中间的纹路就有了。来，稍等，假面也适当的去找平了，稍等。照完灯，你看最后上面是不是又再去叠加，用晕染液也好，用什么样再往上加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像石膏胶呀、贝壳，我们最好是找平之后，感觉凸起很厉害，记得去打磨一下再操作，打磨一下再操作。深浅颜色的我就不用多说了，类似于这一种，对吧？配合彩绘胶是什么呢？比如说要画大理石纹，画大理石的纹路，这种呢只是简单的一个晕染。要想做层次晕染，大家到时候可以单独看款式的教程，比如说这一层怎么做，那一层怎么做，然后中间的纹路彩绘胶叠加上去，要先把石纹晕染看会之后，大家知道怎么做石纹了，然后中间可以穿插一些其他假膏胶的颜色。举个例子啊，我再做就厚了，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拿彩绘胶举例，大家去看一下。彩绘胶这个呢不会做石纹，只是把它的那个感觉会增强一点点。比如说这边，好了，这里有实色，我就稍微加上一点点，这边。过渡边缘，完了这里把药片盖住了，忘了它，这边挪一挪。这种通过层层的叠加，看起来到底是用彩绘胶做的还是用什么做的，可能看不出来，实际上就这么一层层来的啊，宝宝们，是不是？加上石纹晕染，增加一些细细的小纹路，有实色边，有透色边，完了再去那个啥，再做就乱了啊！说实话，再做就乱了，这已经够乱的了，就是主要是看到最后大家想要什么类型的效果，再做就乱了。所以说我先擦掉一部分，就大家知道是这么去实操就可以了。然后最后我会用那个叫什么来着？加不胶，哎，我去给它找平一下。然后如果感觉后边没有那么亮了，我们也可以去调整，也可以再次调整。稍微擦一下，保留一点点吧，好不好？稍等，稍等，上面我还想再叠加点颜色啊，这个太白了有点。然后就是颜色你们自己选择啊，不要说这个看我怎么做，大家只会来用这种，大家发散思维，多想一想，在这上面这个位置，不要把上一层的胶给破坏，适当的晕开一点点就好，保留实色边，局部保留实色边。啊，稍微叠加，找灯。看起来是不是可丑了？乱，对，乱，就是叠加层次太多，有的时候反而会乱。而且你想要通透感的话，不要把那个大面积，但凡有空的地方，指甲上这个地方没有涂到颜色，我叠加上去；那个地方没有涂到，叠加上去，把颜色全部遮盖住，就没有通透感了。就通透感一定要薄，透色胶多用，透色胶多用。来，我先前照一下，然后这个最后可以是不是拉丝胶再叠加上去，再上封层，再上加固，加固我找平一下啊。来，假面是不是凹跌铺平的？我先薄涂一层。实际上看着乱，在很多延长甲的款式中间，比如说这个上面完全可以就直接这么用，或者说是贴个饰品。稍等，太厚的话，我中间留一留啊，两侧不要太厚。稍等。最后我们可以用拉丝胶划两道，然后再封层就可以了。也可以不用这个，你可以想画画，想干啥都行啊，都想干啥都行。我就浅操作一下，我就将就着弄了啊，大家不要，就你们可以日常该怎么操作怎么操作。
我们就直接用它上面的这一丢丢来一点，然后在有浮胶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去利用这个做有颜色的胶呀，比如说拉丝胶这些，一定记得浮胶多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颜色偏浅，会变浅，所以说大家这一点要多多注意一下，好不好？是不是需要擦浮胶？要擦还是不擦？什么情况下擦？什么情况下不擦？有浮胶有的时候粘都粘不住啊。很自动。哎，是不是这里再贴几个小小的钻就可以了，对吧？贴几个小钻，然后那种凸起的小钻啊，就接近这一种。比如说这个，这不是又一个款吗？这个做的就比较薄了，但是里面是不是也有层次，对吧？也是有层次，都能看得出来这种折射的光的。所以说这种层次晕染的操作，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只需要把几层颜色进行叠加，就可以做出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和效果。为什么要擦呀？因为我觉得不是很漂亮，反正看你们大家自己喜欢啊，自己喜欢我就封层，直接封层吧，好不好？直接封层，这个就是在层次晕染里面的使用，具体因为每一种用好了，你们自行操作就好了。所以这里只是给大家简单去演示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叫做层次，为什么说这个纹路有的时候我做不出来，你想做一层做到人家做了5、6层的效果，那肯定是差了一点点的，好不好？肯定是差了一点点的啊。然后我最后把它封层，大家看一下在亮面后的效果，因为刚刚是涂过加固胶找平的，但是加固胶之后你会发现两边这里是不是胖了？这里是胖了，所以说实话，我们需要用这个海绵条，用抛光座，用把两边这个突出的胶溢出去的胶给它磨一磨，打磨一下。看石膏胶的感觉在这里，亮片的、云锦片的，对吧？那个纹路的大理石纹，就是大理石纹的。你不能直接在色胶上磨啊，在色胶上磨就把颜色给打掉了。从指尖去看自然的弧度，两边不要有凸起，自然的弧度下来。但凡你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比较厚，那这里肯定显胖，所以就需要把这给打磨一下。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看一些视频，大家都是剪辑过的，就是没有那么有的可能没有实际操作中那么简单。但是大家掌握好每种操作方法之后，自行去研究各种颜色，喜欢什么颜色，包括做款的时候，顾客来了，你不只会模仿，不会自己去操作的话，肯定是不行的。然后来没事，我给你做个晕染是吧？然后叠加，知道有这么些工具可以往上加，那就往上怼呗，来来回回就这点东西，是不是？封层一下啊。检查有没有漏胶的地方，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照灯，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只看那个指甲，看起来也有同学会觉得说它好丑不好看，但上手的时候它又不一样了。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尖形甲，偏尖圆一点点啊，偏土那个水滴一点点，偏尖一点点，所以说它不如梯形。同样的这个手法，我如果换一个甲片，它可能效果会不一样，啊。我就简单先拿下来，看看。就是这样看很乱，但是在手上有的时候搭配出来的话，感觉还是会好一点的，好吧？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层次晕染自行创造，用你们现有的工具去研究，看看自己能做出。